大家好，我是小院长张律师。今天呢，非常多的朋友问到我有关这一个北美林生斌这一期八卦哈，问到有关信托方面的问题，大家也非常担心。那今天呢，我统一通过这个视频给大家解答一下。事情回顾呢是这样，主角呢是一位在工作的华人男员工，在他一个结婚已经20年的妻子过世之后，立即就上网去寻找女网友，开启新生活了。在认识一个女网友9天之后，就跟他结婚了。那个是在2020年的6月。女网友呢，这个新妻子速度也是非常的快，效率很高。7月份就搬进去和这个男主同住了，也和这个亡妻的一儿一女住在同一屋檐下。8月就顺利怀孕了。谁能够想到，就是这两个小孩这两个孩子他在失去妈妈之后，不仅要面对后妈，还那么迅速的就要迎来新的弟弟妹妹了。这个亡妻的骨灰呢，是根据他的遗嘱要求一半带回国，一半留在美国的。亡妻父母提出呢，女儿的想要在国内给他购置一个4万美金的这个墓地。男方呢一度拒绝，辩解说，我去世的太太只收一半骨灰回国，并没有提到墓地。目前呢，国内墓地的事情已经经过协商同意了，但是留在美国的一半骨灰是埋在亡妻故居的前院的。对，就是新妻子搬进去住的那套房子。据不可靠消息，男方呢不仅要求女方的父母照顾新妻子坐月子，还在新妻子父母顺利获得美国签证之后，立即要求前岳父岳母离开。加上2位老人呢失去女儿的伤痛一直未获得平复。在今年3月的时候，双方已产生了比较大的争执。男主呢，索性就报警了，并要求前岳父岳母30天之内就要搬离。他在回复中的原文中说，他此举是为了保护我和我家人的安全。很显然他已经对家人的这个组成部分形成了新的定义了。这个事情一出呢，已经在华人圈子里形成了掀起了轩然大波，形成大面积恐慌同时呢，各种五花八门的这种信托的宣传文案简直是铺天盖地。这里呢我来告诉大家，不要恐慌，也没有什么好恐慌的。这个信托防后爸防后妈的功能历史悠久不需要什么奇奇怪怪错综复杂的信托才能达到这个要求。我们只要把握好以下几点就可以了。第一点，受托人的选择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大家要意识到，配偶再婚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配偶担任受托人，并且他的决策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是危险重重的。因此呢，设立好一个信托保护人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在以上这个案例中，其实女主的父母就可以担任信托保护人这么一个角色，可以起到非常好的制衡渣男的作用。第二点，即使你已经设立了信托，也一定要在信托中对于资产的性质进行非常明确的定义，定义好什么是个人的婚前财产，什么是婚后财产。就比如上面这个案例中，渣男说道，我们家有 family trust， 我与去世太太一致商定，把属于他的房产部分写进了 trust， 给了我现在的孩子们。这边注意到他提到的是属于他的那部分房产，这边的他呢，指的就是他的亡妻，其中并没有包括男主他自己持有的资产，也就是意味着男主对于他自己的那部分资产，即使这个资产可能来自于婚内财产，他也是拥有完完全全的控制权和使用权的。这也意味着他没有任何义务优先使用他自己的资产来供养他的子女，也没有任何义务把这些财产赠予给他的岳父和岳母。第三点，如果呢你希望对你的父母有所照顾的话呢，那一定要通过信托和遗嘱进行明确的规定和表述。因为根据加州默认的遗产法规定，您的婚内财产在您过世之后是会100%转让给您的配偶的，连小孩都没有份，更别提您的父母了。你的父母和子女只能从你的个人资产中获得分配，并且呢是子女优先，父母其次。如果您对您自己的个人资产保护不周的话，也没有在任何的文件中明确规定，
那您的父母分个什么？真的是分个寂寞。如果大家需要更具体的资讯，欢迎联系我们，我们会给到大家更全面的方案，预防渣男事件重演。